台海作战，如果说没有美日介入，那么中共肯定能控制，特别是台湾海峡的制空权。有了制空权，它就有了制海权。那么现在在美日介入的情况下，中共得不到制空权。现在的海战、空战，我们比如说就在台湾海峡，现在不是那种飞机与飞机之间这个格斗、争取制空权的时代了。现在是导弹化、超视距攻击、信息化的时代，双方的飞机都不可能到台湾海峡的上空，因为双方都有对空导弹，美国它也有它的远程打击，就是说，美国在预警方面远远的超过中国。那我们以前就计算过，中共的一线、二线机场，飞机起飞离地50米的时候，美日的雷达，包括台湾的雷达就能发现它们。一发现以后，发射导弹，超视距攻击。现在的导弹都是100、200公里就可以击中。那么谁的这个超视距攻击，谁的预警能力强，谁就有制空权。毫无疑问，美日有绝对的制空权。中共，你看中共的这个航空兵、空军，它除了它的所宣扬的歼20有隐身的功能以外，它其他的飞机它都没有隐身，突发能力非常差。它一起飞以后就会受到攻击，所以台湾海峡，中共不可能，就目前情况下不可能有制空权。那么没有制空权，它就没有制海权，它的舰艇根本就不敢进来，因为飞机打舰艇打得太容易了，啊，这个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在这里也要简单介绍一下啊，美中之间，他们在情报、预警、指挥、网络、电子对抗等方面，中共比美国差至少20-30年。中共这个点是最弱的一点，就是它的这个信息化作战系统。你看看中共现在所谓的空警，500，空警2000，是吧？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空中雷达。美国的预警机，它不仅仅可以发现400-500公里以外的敌情，它空中雷达非常先进。另外，它的预警机其实是一个空中指挥所，它发现目标以后，它可以指挥它的几十批次进行空战。中共就没有。另外，你再看这个就电子干扰，双方开战的之前，网络战和电子战，尤其是电子干扰，啊，中共在电子干扰这一方面加大了力度，因为它的预警水平不行，它就电子干扰。它电子干扰，它现在发展了很多的手段。在福建，它有2个电子对抗团，一旦打仗，它会对台湾岛，包括台湾周边地区进行强电子干扰。另外，它现在的这个歼16，啊，外挂这个电子吊舱，还有它现在还装了很多的战术性的电子干扰，就是它的无人机，啊，就是说中共在预警、指挥、信息方面它是落后的，但是它现在在发展它的电子干扰。当然呢，这个美军呢，当然它的电子干扰也很厉害，因为从几次这个中东，就是包括这个当时这个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时候啊，沙漠风暴，包括后面的美军打伊拉克打萨达姆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的飞机、他们的这个部队都没有反应？因为他们成了聋子和瞎子。就是美军的电子干扰是非常非常强的，啊，所以说在这方面，中共我刚才讲这个制空权它得不到，
他在电子干扰上面他有一定的手段，但是他在，毕竟他比美军还差得很远。美军现在有装备了很多反辐射导弹，肯定一打仗会把干扰源给你摧毁掉。所以说，一旦开战，中共肯定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，因为他看不见，他听不到。这个目前的战争呢，就是说，假如在台海地区发生战争，包括南海地区，它纯粹的是海空军作战。那么，联军为避开中共的岸基优势，因为它岸基很多的这个地对空导弹，它有个保护性打击，所以说美军一开始它的航空母舰不会抵近中国大陆边上，它的这个远程打击能力非常强。啊，它不仅它的 B1、B2B、B52，啊，包括它的潜艇、它的航空母舰、它的驱逐舰上面发射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，可以对中共的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打击、外扩手术式的打击。那现在看，这个战争不会拉得很长，就是如果开战起来以后，美军首先啊，比如说电子战毁掉中共的干扰源，第二个毁掉它的这个核发射装置，地面的核发射井一定要把它毁掉，海南岛的三亚的第二核潜艇基地要把它毁掉，要不把它们毁掉，对美国、对日本都有危险非常大。所以首战几个波次打击，第一个波次打击是打掉它的核设施，第二个波次打击就打掉它的前线的1线和2线的海空军基地。这个说实在的，以美国现在的5条航母出来的这个打击能力，用不了1星期，中共全部就是海空军和火箭军全部会瘫痪掉。这个我们都有过计算。